在去年上映的剧场版《Seed Freedom》中表现大放异彩的命运钢弹，趁着剧场版热度，我也在当时秒收了一盒 HG 新生命运，所以今天就来开箱这一盒 HG 新生命运钢弹吧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。今天要开箱的这一盒新生命运钢弹，其实我本来是没有要收的大概是因为在 Seed Destiny 中，真飞鸟的表现太过于发疯，所以让我对命运钢弹这台机体一直产生不了好感就这样，直到去年的剧场版，虽然真在前期的表现普普，因为他开的是不朽正义钢弹啦，他自己讲的不是我讲的。但后期一拿回本命技命运钢弹打爆反派的时候，我当下的心情就是 Yeah Now that's my boy。可以说，因为知道他在 Destiny 里面真的很疯，所以当剧场版他和其他主角团一起面对反派的时候，就会抱持着期待说，快点！拿出你的疯狗态势，那真的也没有让观众失望，一举成为了整场战争的 MVP。那究竟这一盒 HG 新生命运钢弹能不能跟剧场版的真表现一样惊艳呢？那我们阿基边巴秀。这次的版件数量一共是14片，稍微多了点。配色方面就是经典的红蓝白黄的钢弹配色。补色贴纸快速看一下，不难看出，大部分是跟武器以及飞行装甲有关联。那我们就进组装时间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这台命运钢弹已经组装完毕了。那整个组装体验上呢，极佳。在组装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，很多地方上分件真的是分得非常好。本来这些部分呢，万代其实都可以用补色贴纸偷懒带过去，但这台万代真的下了猛药，真的是诚意满点。环视一下外观，比例上看过去很棒，分色上也非常舒服，本体的分色几乎完美。就连小腿侧面常见的散热口都透过镂空零件做出分色，水准超级高。需要补色的地方包括头部火神炮、小腿后方的喷射口灰色、光束步枪的小细节以及光束炮尾端的红色、斩剑刀握把的黑色跟末端的白色，以及机翼部分的黑色等，都算是小地方。补色贴纸除了用于眼睛、头部监视器等常见的部位外，其余主要应用在盾牌的黄色细节，以及斩剑刀和光束炮前端的红色造型上。此外，许多细节处都采用了装甲无缝设计，几乎能完全消除组装过后的拼接缝线。这对宿主派或是涂装派的玩家来说都是极大的福音。头部整体造型很帅气，不过眼睛设计有点偏小，眼神我个人觉得锐利度不足，无法完全呈现命运登场时的霸气感，有点可惜。躯干的分色非常漂亮，特别是胸甲上的红色与浅蓝色的部分，这里万代直接以分件的方式实现。不是我爱吹，但单看这部分，这台模型的设计真的很令人惊艳。手掌这次除了正常的武器齿握造型外，还有双手的闪光掌。掌中炮造型，其中手背的黄色护盖是共用零件，另外这盒居然有附上掌中炮的光束特效，有特效百出之势来直接大加分。裙甲部分，前裙甲有点太过简单，几乎没有刻线与额外造型，稍显可惜。但侧裙甲相当优秀，一次满足了3种分色。腿部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优秀分色之外，装甲无缝也是处理得相当完美，连腿部后方都一干二净。
在进行根部旋转时，可以看见内部的管线细节，这点蛮棒的。此外，脚的连接处异常的扎实，与其说不会松动，不如说有点过于紧实了。再来是武器，全身上下都是武器的命运，武装方面也是全部给齐。步枪可以额外收纳在后裙甲，特效部分除了回旋镖以及斩剑刀的光束特效外，还有刚刚提到的掌中炮、光束盾的特效也一并给了出来。最后来讲讲喷射背包，两侧各有一个武器挂架，分别收纳光束炮以及斩剑刀。中间的大型喷射口也有分件出来，翅膀在水平左右展开情况下，不太会有向后倾倒的问题。不过往后展开时候，倾倒的问题就会浮现出来了。接着就是这盒最大的看点，光之翼。没想到原本只在 PV 才有的特效，居然在这盒直接附上了。整个光束喷溅的效果非常棒，而且不只是单纯的喷溅效果，在整片特效中还设计了部分镂空，强化了整体的视觉感受。接着来看可动。头部俯视跟上扬的角度都偏普通，此外可以稍微往内缩，左右旋转则是正常的水准。躯干在腰部有个2段可动，往前倾斜的角度很不错，但几乎无法向后倾斜。侧摆的部分则是靠着最底部的球形关节进行摆动，左右旋转角度大约有60度。手部在与躯干连接处有个向外摆动的设计，摆出持握斩剑刀的姿势时能呈现更加霸气的态势，挺举也超过了标准的90度。手肘有一个2段可动，表现十分优秀。前臂配有圆柱关节，可以360度旋转，其余的上臂根部360，手掌360度转动都是正常的水准表现。腰部前裙甲衣冠离是整片零件，可以自行切开实现分开可动。侧裙甲能稍微平举，但会卡到腹部装甲。另外这次有额外设计能够向后滑动，让脚的可动范围提升，而后裙甲则是完全固定没办法动。腿部前踢可达90度，后踢则仅有约10几度。侧踢时需要将侧裙甲向后滑动，才能达到90度。侧踢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零件的紧实度相当高。根部向内旋转时，装甲上方的造型会卡到腰部，旋转角度有限；向外旋转则没问题。膝盖采用2段可动设计，小腿肚的小型喷射口也有小幅度的可动。脚掌侧摆表现良好，前后方向除了整个脚掌可动之外，前脚掌还有额外的1段可动关节，能摆出更具动态感的姿势。武器部分，步枪的瞄准镜跟前端握把都能够进行180度侧向旋转，斩剑刀与光束炮都可以折叠。展开时内部设有小卡榫，可以往后推以固定武器形态。斩剑刀的护手也有折叠功能，必须将护手展开后才能安装光束特效。光束炮侧面的握把同样可以折叠，展开后能进行360度旋转。盾牌则有向下拉动的设计。光束护盾特效则是要取下手背护甲上的光束产生装置零件之后，就可以安装上去了。最后是喷射背包，中间的大型喷射口约有60度的可动范围。武器挂架与喷射背包的连接处不仅有1段可动关节，还配备额外的机械臂提供第2段的可动性。虽然挂架本体或是武器在旋转时会与翅膀相碰，但就摆姿势的使用度而言已经相当足够。翅膀在展开和收纳时与内部机翼有小型的联动机关，前后摆动角度约为60度，但会受到武器架或是手部限制。前后旋转可动也相当有限，而侧面平举有一处断差，角度则约为30度。那以上就是这一盒 HG 新生命运的开箱了。以人气机的待遇来说，我真的觉得这台诚意满点，不管是可动还是分射，都是1等1的优秀哦。所有的光束特效，包含光之翼，全部附上。如果你是命运粉，那么这一台真的超级大推荐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如果喜欢这一集影片的话，不妨帮我点个喜欢，或是按下订阅。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，拜。